无人机袭击离普京越来越近，俄罗斯出现前方打仗、后方失火的不利局面。大家好，我是肖云华。今年以来，俄罗斯首都以及俄罗斯边境频繁遭遇无人机袭击，虽然损失并不大，但却严重影响了俄罗斯国内的社会稳定以及俄罗斯前线官兵的士气。今天，俄罗斯的核心克里姆林宫发生的袭击，再一次向外界证实，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似乎已经彻底掌握了俄罗斯防御的漏洞，而莫斯科也正在为自己的迟缓付出它的代价。一次乌克兰或者北约的无人机携带轻型炸弹突袭克里姆林宫的事件被传得沸沸扬扬，而事后俄罗斯官方用暗杀普京未遂来看待这件事情，并着手进行报复。但不论如何解释，归根结底，能够让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飞到克里姆林宫的上空，就已经代表了俄罗斯的中心防区被彻底的突破了。哪怕它最终被击落，俄罗斯边境地区遭遇无人机袭击也不止一次两次了。如果说边境地区因为是战争问题，那么乌克兰力量活动频繁，增加了防御的压力导致的漏洞。那么针对莫斯科的无人机袭击也不止一次两次了，从最开始被击落在郊外，再到袭击莫斯科周边地区的储油设施，到如今干脆杀到克里姆林宫了，这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事儿说起来挺有讽刺意味，一边是克里姆林宫宣布要对乌克兰进行报复，还有梅德韦杰夫发声要从物理上消灭泽连斯基和他的集团。可另一边呢，俄罗斯南部的克罗斯诺达尔边区2个油库又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大火引燃了超过1200平米的范围。唯一庆幸的是，当天是夜晚，厂区没有什么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客观的来说，无人机在战场的应用，在中东地区、北高加索地区，甚至在东欧地区，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标配。全球各国都十分清楚无人机的应用前景和战略价值。俄罗斯对外也展示过自己的反无人机系统，可国内还是遭到了如此之多的袭击，这种防御漏洞迟迟没能填补，反而是靠着发布禁令，要求整个莫斯科禁止起飞无人机的方式，搞治标不治本的事情。这种麻烦和反应迟缓令人触目惊心，可以预见，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俄罗斯会为自己的这种迟缓付出它的代价。不可否认，对于当前俄罗斯面临的遭遇，其实很大概率未来也会在中国边境地区出现。美国可以利用北约的力量培养乌克兰对俄罗斯进行袭击，那么同样也可以在台海地区培养一些走狗，对我国沿海地区发动袭击。而且因为沿海地区的人口稠密程度、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造成的危害可能远远超过俄罗斯遭遇的情况。俄罗斯如今的一切遭遇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敲响了警钟。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